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关于带不带孙子这个问题，老人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。有一些老年人认为，自己辛苦了大半辈子，在晚年时就应该好好的享福。对于带孙子，他们是抗拒的。还有部分老年人，他们心甘情愿地帮带孙子，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付出，帮助儿女们减轻生活的压力。他们希望儿女们感恩于自己的付出，从而在自己年老体衰之时，得到儿女们的孝顺。那么带孙子和不带孙子的老年人，他们的晚年生活谁更幸福呢？听听3位老年人的实话实说。我是陈大爷，我今年65岁，老伴今年60岁。早在8年前，孙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儿子和儿媳就要求我们老两口搬到他们家里，帮他们带孩子。他们的要求被我一口回绝。老伴毕竟是女人，解决问题优柔寡断，她吵死吵活的要去儿子家里帮带孙子，责怪我只顾着自己享受，一点都不心疼儿子。我骂老伴是头发长见识短，如果我俩去儿子家里帮带孙子，只会出力不讨好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儿子和儿媳都是不懂得感恩的人，哪怕我们老两口为他们付出的再多，他们也认为是理所当然。当年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们拿出了全部的积蓄，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。儿子和儿媳享受着我们为他们买的大房子，可是每逢节假日，他们来家里团聚的时候，就连一根葱都不舍得给我们老两口买。我和老伴如果去儿子家里帮忙带孙子，势必要承担起儿子一家3口全部的生活费，那样的话，我和老伴就1分钱都存不下。万一我俩以后有个3病2痛的，就只能等死。在我的极力阻止之下，老伴总算是听了我的话，没有去儿子家里面帮忙。幸好当年老伴听了我的话，否则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好好的享受晚年。要不是我当年拦着老伴，没让他去儿子家里带孙子，我俩就得带完了大孙子，又继续带小孙子，哪里有时间去享受生活。如今我和老伴的日子过得美滋滋的，我俩每个月都固定的存下2000块钱，作为我们养老的储蓄。我们因为没有带孙子，所以有大把的时间游山玩水，悠闲的过日子。我和老伴过着有钱有闲的晚年生活，感觉特别的幸福。马大妈，我今年61岁，帮带孙子已经5年了。我的老伴英年早逝，我一个人独自将儿子拉扯长大，其中的艰辛难以言表。正是因为独自把儿子拉扯长大不容易，所以我才会把儿子看得格外的重要。儿子结婚的时候没有钱买婚房，我就将自己的房子卖了，给儿子付了买房的首付。看着儿子新房里成家立业，我心里美滋滋的。哪怕失去了自己的房子，只要看到儿子生活幸福，我就心满意足。后来我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和丧偶的老刘组成了新的家庭。在婚后，我就搬到老刘家里，和他共同生活。老刘对我很好，他不仅不要我交1分钱的生活费，还经常给我买衣服和护肤品。这样的好日子刚刚过了2年，儿子就让我去他家里帮忙带孙子。我和老刘的日子过得浓情蜜意，不仅老刘舍不得我走，我自己也不愿意离开老刘。儿子见我不愿意帮他们带孙子，就以断绝母子关系相威胁。我一听说儿子要和我断绝母子关系，一下子就急了。我顾不得老刘的挽留，收拾好东西就搬到儿子的家里。在儿子的家里，我不仅付出了劳力，还把我那里退休金花得一干二净。我不仅要带孙子，
还得买菜做饭和收拾屋子，这样的日子让我找不到丝毫的生活乐趣。但儿子和儿媳不放我走，我就只能继续煎熬。老刘等了我5年，他见我始终放不下孙子，于是就心灰意冷，主动提出了和我离婚。我不愿意和老刘离婚，就和儿子商量说，我再不回去，那我这个家就要散了。即使是这样，儿子和儿媳仍然不让我走，他们只是自私的为自己考虑，从来没有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。老刘见我迟迟不回家，下定决心和我办了离婚手续。如今我天天都在儿子家里做着带薪的保姆，儿媳有时候不开心还会冲我甩脸色。我没有自己的房子，就只能忍受着。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，我只能稀里糊涂地混着日子。每每想起和老刘的幸福生活，都让我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。王大妈，我今年70岁，老爸今年72岁。自从我俩退休以后，我们就把自己的房子租了出去，一心一意地在儿子家里帮忙带孙子和做家务，为儿子的小家做着无私的奉献。如今我和老伴已经在儿子家里生活了10多年，在这10多年里，我们不仅带到了大孙子，还带到了小孙子。虽然这样的日子过得很辛苦，但我们却感到苦中有乐。当年大孙子刚出生的时候，儿子和儿媳并没有打算让我和老伴照顾孙子。儿媳原本打算让亲家母过来帮忙带孙子，是我和老伴主动请缨，才好不容易揽下来带孙子这个差事。我和老伴没有特别的爱好，一辈子就喜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生活在一起。当初给儿子买婚房的时候，我们原本打算将自己的房子卖掉，买一套大房子，2代人住在一起。无奈儿媳不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和老伴就只能作罢。如今我们借着带孙子的名义，终于过上了梦寐以求的3代同堂的日子，天天都享受着天伦之乐。这样的生活让我们每天都是个好心情。每听到别的老人抱怨带孙子吃力不讨好的时候，我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困惑。我一贯认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只要我们对儿孙好，他们就一定会对我们好。正因为我们一心一意的为儿子那个小家无私的付出，才获得了儿子和儿媳对我们的尊重。儿子和儿媳早就对我们承诺，在我和老伴老了之后，他们一定会好好的照顾我们，为我们养老。关于老年人带不带孙子这个问题，每一位老人都会有着不同的看法。无论老人选择带或者是不带孙子，都要以自己心甘情愿为准则。老人帮带孙子这个事情，只要是自己主动为之，就一定能够做好，并且有一个喜悦的心情。如果老人带孙子是被逼迫的，2代人就会互相怨恨，不仅不利于关系的和谐，它会导致老人无法安享晚年。说到底，老年人晚年幸福与否和带不带孙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如果遇到了不孝的儿女，老人哪怕辛辛苦苦的帮带孙子，也依然得不到儿女的善待。如果是孝顺的儿女，即使老人没有帮带孙子，儿女们也会体恤老人，并且善待老人。一个幸福的家庭是所有家庭共同凝聚力的结果。如果是向善的凝聚力，家庭的气氛就会其乐融融；如果是恶的凝聚力，就会家无宁日。作为家庭的一份子，我们要多一些宽容，少一些争端，才能家和万事兴。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